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恩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内容。这期呢，我们尝试从市场、社区和派币流通量3方面探究下派币价格，同时也意在提升共识度。另外，在这儿特意感谢一下各位派友的支持，公众号已经开通流量主，高恩会继续提升内容质量。菜单栏派软件更新，渠道也增加了派浏览器最新版本的安装包。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。高安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、探索未知、实用资源的内容。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，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。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支持下高安。记着点亮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接收最新内容提醒。首先，我们从市场的本质方面来谈谈派币价格。在往期内容中，高安简单提到过可能存在的一些交易情况。当时主要目的还是警醒，在这儿呢，我们主要以目前可以收集到的信息作为依据，进行派币价格的再次细探究。在加密货币中，市场的定义就要表现在交易行为上了，而交易的实质其实就是供需关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加密货币中的市场本质是供需关系也不为过。随着区块链技术和知识的不断普及，参与加密货币交易的人越来越多，市场活跃度及交易量不断提升，那我们不妨探究下，当派币上交易所后会是个什么局面。在这儿，我们首先可以简单看一下狗狗币在2021年4月16日的单日行情，就是屏幕上显示的。这儿呢是以火币交易所的数据为例，它在16日从0.13美金左右直接飞跃到了将近0.47美金，0.46美金吧，0.46美金左右，单日涨幅250%左右，买方力度大于卖方。不论需求是获利还是用作实际打赏，都是有需求在这儿的。考虑到时长原因呢，我们可以放在下一期结合派币和比特币一起聊。再回到我们这期内容的标题中，我们提到了寡头垄断，这是一种少数卖方主导市场的市场状态。真正的寡头垄断存在众多买家，只有少量卖家支配市场，卖家是定价者，卖家不容易进出市场，不完全信息，产品抑制的特点。如果放到派币市场来说，我们在这儿主要以前3点来叙述。其实寡头垄断放到现阶段的派友身上是不太合适的，因为派友的个体分散，很容易形成交易，而这里这样标明的目的在于提升大家在价格上的共识度。当共识价格足够一致、足够高，那么个体分散就不会产生影响，这样才会真正的趋近寡头垄断这个概念。这点也是尼古拉斯团队希望看到的。即便是如此，存在众多买家的这一点是客观事实。派生态已经开始进行着手对接，各个开发者也都在摩拳擦掌。要知道，我都能想到并且做了个人布局的那期内容，公司机构就更完善了。但考虑到稳妥，他们只会暗中布局，只有当 Pi Network 真正主网后才会公布消息。映射主网后， Pi Network 就完全自主运行了，只会吸引全球的公司机构和用户。那目前派友这个量级的人数相对的来说算是少量卖家也是可以的，所以在刚才说到寡头垄断放在派友身上不合适的原因，也只提及了个体分散。如果能够提升派的共识度，尽量趋向形成寡头垄断，当派币上交易所之后，就会形成有利的卖方市场，价格自然也会有相应的增长趋势。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抛出的动作肯定是会存在的。当买方有了一定的筹码，不排除会进行价格打压，不过力度个人认为并不会很大。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，不要将派币一股脑的全都存入到其他中心化交易所的钱包，给人家送筹码，交易所推出的做空机制影响是很大的。之后的内容我们可以再具体说说这一块。第二点，社区方面来看派币价格。社区是由人组成的，几千万的用户群，再大的公司机构也不能忽视这个既有群体，所以我才说社区是核心，所以这也是支撑着买方需求很重要的一点。而狗狗币社区的高共识信仰者已经有14万人向亚马逊请愿增加狗狗币的结算方式，这就是社区的力量。
显而易见，派社区更庞大、更广泛，高共识还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。在这里，主要是把社区这块做个分类，显得系统一些。具体的内容可以参照高岸往期的派币的最大价值和社区价值这2期内容。第3点，流通量方面来谈派币价格。很多派友其实自己都能大概算出一个数量，也有些派友写过具体的数量的计算方面的文章，我这里就不做具体计算了。总的结果其实就是流通量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很少。明白了这一点的同时，大家还要清楚派生态中派币的广泛用途，在流通量并不多的基础上，加上各种用途质押的派币，真正能够流通的派币能有多少，我们都需要去掂量一番。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2点派币的现实，单纯的物以稀为贵，这点略显肤浅，不是重点。派生态中包括 DeFi 和 NFT 等方面广泛的用途，这点才是其重点价值，是能够对现实世界有实际意义的。这2点一方面让派友更加珍惜手中的派币，另一方面支撑着公司机构的需求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延伸一些，大家都知道派币的生命周期释放机制，有些人可能会考虑远一些，担心不断释放是不是会有负面影响。高岸个人认为，项目方的生命周期释放机制在时代中是一种优势所在。要知道，现阶段大部分普通人对于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认识还停留在第1级的阶段，甚至0级的阶段。只有随着时代巨轮不断前行中，才能让所有人认识到区块链，并且应用起来。而派币的释放机制正好符合这一趋势，释放一些，同时认知使用的人也多了一部分，派币顺其自然地流入市场中。开始阶段可能还会对价格有正面促进作用，当普及度足够的时候，再谈价格可能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。要谈的或许是派币本身价值也说不定呢。综合了以上3方面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：提高共识度是现阶段项目方希望的，更是众多派友需要去做的事情。不是简单的认定派币有价值，而是从派 Network 本身、交易所机制、市场状态各方面去了解熟悉，来提高共识度。而这些内容也是高岸希望去分享的一些东西。OK， 本期内容就到这儿吧，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提高共识度的重要性，同时了解了提高共识度还需要哪些支持，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。也可以关注混沌界，点击菜单栏找到我，高岸社群，参与我们的讨论，互相交流印证。当然屏幕上的2个二维码也都是可以直接扫描加入的，一个是电报群，一个是微信群。微信群的话，这个群是做一个广告过滤的，加进来之后呢，加群主，我再邀请进入混沌界社区，这样的话避免一些广告的反复进入，维护社区的环境。下期内容呢，我们将继续结合狗狗币和比特币的2个单日行情，细谈派友社区共识在将来行情中的地位，避免疯魔情绪交易。我是高岸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，拜拜。